分钟。大家好，迟到了几分钟，sorry。所以我们的口号是 Design for。等一下，毫无默契，怎么回事？重新来一遍，就3、2、1啊！3、2、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Design for， 欢迎来到我们第一次直播。真的感觉，哇，这刷的好看。弹幕跳得很快。有什么好玩的弹幕来看一下？卡吗？迟到了，下跪。 Hello， 怎么这么卡？应该不是我们卡，我们应该还行。黄金手机怎么没被没收呢？没收了，没收了，还没有还给我呢，现在还给我，还给你。高土堡，哎，宝宝，就是好像没什么。他说我们没练齐，这是我们也是一种默契。没默契也是一种默契。对，没默契也是一种默契。迟到惩罚，你们俩迟到惩罚。我们俩迟到。对，我刚刚有看到弹幕说你们俩迟到惩罚，你看到没有？看到了。对，是不是能不能再滚一下弹幕？惩罚什么？就是要那个佩恩老师还有江峰老师怎么了？怎么惩罚？一起吧。教你们比小猫耳朵。啊，就我们两个吗？看了3集没有看够，我们也觉得。小猫耳朵看到高潮部分了。 3集好好看。手上戴的啥？你手上戴的啥？就是这个熊。第一次直播业务好生疏的感觉。哎呀，看破不说破嘛被你们。发现了，对有点紧张现在。对，可能需要大家我们来参与进来。迟到，必须要。就是这个发言就是有点炸了，就是要炸播。这是直播间不可以出现的画面吗？对。公主抱，这个能说吗？什么可以，这个可以。公主抱，你公主抱我。公主抱。这出画面了。会有的呀。业务不熟练，我们会有。怎么突然一下直播感觉有点懵懵的？是我们没有什么流程，我们就全是我们4个人自己自嗨呢，主打一个自己说自己。比猫耳朵怎么比？我现在有点紧张。猫耳朵是这样，然后这样。对，是这样。哎呦，你怎么老误伤他？完蛋了。没事。这样。不用4耳朵。这样说，为什么它会下面会弹出东西？让我们比心截个图。比心。公主抱会有的。干聊，对了。看不到吗？看不到那个这个幕，你们往前一点这样子会就会看到。举起来点。这样的。换一个角度。那上面我真的没有看到。要锻炼自己的眼力。花哨手腕上的怎么不给我戴一个？这个你戴过？我就是从他，这就是我的啊。我就是从他身上扒下来的这个东西。哎，怎么了？没事。这个特效很好看。咱4个人看起来好吗？没有流程居然看住了吗？星星唱的片尾曲超级好听，那肯定世界第1大公音是吧？啊，大公音是什么？我是不是后面会有更好听的，大家唱的歌都很好听，后面会慢慢的公布给大家。我俩就在后面扭来。
4个人比心确实有点卡，对，确实有点卡。青题，我们青题是谁吃的？青题是这是送的礼物吗？青题是青题哎，这样， 1人1你说半啊。你说这样。啊，怎么4个人看起来很忙，但不知道在忙什么。我们在忙什么？各忙各的。找点事做。在忙那个，在忙着跟你们说话。对啊，没有流程，这样才会自然一点，可以跟大家就是好好的互动。后面别说悄悄话。说悄悄话，你们俩说什么悄悄话？哎呀，不能说悄悄话，肯定不能说的秘密这个13勺鸡精的面味道是什么？真的很好吃，真的。 13勺。向大家公布了那是什么？向大家公布了那个啊盛先生最爱吃的面的配方。啊！想听你唱歌，打开那个，谢谢送的分。高秘书元气开发。这个难说。什么东西啊？玩笑。他说谢谢总。这样子会不会、屏幕应该还好，晃来晃去。那我们站起来，稍微站起来就好。互相给对方动物素，我们的动物素都是那个公开的。想看我们俩扳手腕，想看的东西太多了。这弹幕刷的太快，我都看不清。脸颊比心。感觉镜头也得看。我们一起，要不一起比个心，这样他们可以截图，记录一下我们第一次合体比心。是的吗？怎么比啊？是好多心，比心你们不能往上面，会挡住我们。比心。嘿，完蛋了，你怎么就像老不伤人？完蛋了，完蛋了！啊，没事吧？没事吧瞎了，没事。给你一张纸，快！完蛋了，蹭到哪了？戳到他眼睛。眼睛了，你试看。再搓一下，别，成双成对。怎么不给搓啊？总有刁民小孩症。没事，就当我为那个，现在2个欺负1个怎么样？高图啊，就当我为那个高徒，配合就当我为高徒报仇啦，各位，上我也被上，我也被暗伤。替各位那个哭唧唧。沈总怎么不会比心？啊，我会比心吗？来，谁不会呀？我们也比哎，不对，在这。比小一点，不然是啊，他们心没有我们大，我们是小而精，我们是懂吧小心肝。我们都是满满的爱。我们走的是那个求质不求量。想私下怎么称呼对方？对的。我们私下也是吗？我们 Q 一下流程。好，好，有流程了，各位，有流程了。因为今天早上小助理发了一个关于直播连麦的问题征集，然后我们这边做了汇总，希望老师们回答一下。 OK。然后第一题呢是想问问4位主演，哪一个瞬间真的带入角色动心了？第一次重复一遍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想问一下4位主演，在剧中在饰演这部剧的时候，哪一个契机、哪一个瞬间是真的带入角色动心了？第一次见到的时候，你是说，啊，在医院还是啊，在医院还是？那你觉得呢？
就第一次见到的时候，一眼万年呢。在医院的时候，还是说第一场戏？在医院的第一场戏的你自己呢？好犀利的回答。我的话，要不我们自己读吧，就是那个。OK，好，重复一遍问题，就是我觉得，不对啊，是这样，又是，就你把这是什么？人机，怎么还有人机感？害羞了。对，就是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带入角色心动的时候是第一场戏。第一场戏是啥戏？弹幕问。为什么这么安静？不是在直播吗？怎我们的第一么不热闹？场戏，我的第一场戏应该是跟阿星在电梯里面，就是他刚刚我听到的那个医生对他说，已经在播啦，对不是9点吗？不是嗨8点钟啊！嗨，8点钟，嗨，Hello，谁跟我讲9点啊？想陷害我，就是幸好我早一点来，你知道？刚刚问题是什么？就不是刚打问题是断了。我们的哪个瞬间带入角色心动，然后我想讲，我也想知道哎！天哪，是啊，哪个瞬间带入角色心动？秋秋说的是第一场戏，第一次见的时候，是指电梯上，是不是？你刚才说对，就是第一次见的时候第一次那个我们的第一场戏是在那个医院里面电梯打开的那个那个箱子的时候。里面这样好，你说。我头上怎么有带红的？我也没识别到我们俩的脸。我第一次哪个瞬间真的带入了角色？我的话应该是，其实有蛮多的，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那个大家在第3集能看到的那个少游盛先生，他在外面喝醉了，然后我误以为他你知道在外面有一些什么什么，然后回来之后，然后的那个场景就真的还蛮生气的。就是你以为他在外面有别人了，然后就是跟别人怎么样，然后一打开门看到他喝的醉醺醺，身上有别人的味道，还是陈品明缠着他，跟陈品明好像也不清白，一瞬间就上头生气了，完全理解你的心情。完全觉得这个陈品明陈品明看陈品明也不顺眼，天哪，这是蛮护食的。全部你知道。所以另外2位是你先，答不出来，是不是？怎么了？你俩怎么了？但是我们俩要互相谦让一下。其实有很多场戏份，我们都感觉挺深刻的。就比如说高途离职的那场戏，哎呀，真的舍不得。我就当时就在想，这沈文郎怎么回事？真的是过分。我的话，每一场，对，每一场这个回答跟没回答一样。你看， OK， 对吧？就那场，那一场是哪一场？那场哪一场？后面大家能看到就是打针那场，对，不能剧透太多。好，话筒关闭。那第2个问题是想问一下弄简导演的选角故事，听说光选角就花了1年多的时间，所以想了解一下是如何找到这4位演员的呢？就是其实见了蛮多人的，然后也想，其实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的部分，其实在于说想听听大家互相的，你知道，就是对我们的第一印象，哎，
就这个是我比较想要知道的。其实我比较想知道说对彼此的对彼此的第一印象，我就可以后面讲，可以先讲自己的第一印象，因为彼此的第一印象就是我知道某些人的第一印象没有我们的参与，你知道吗？是。那老师们，第一印象就是刚见到的时候是，刚见到的时候是先见到了妹妹，然后就会觉得，完全想象不出来，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小女生，然后竟然有2个。一下子，然后会特别莫名的觉得特别的亲切，然后就觉得很投缘，然后就只是光见了第一次面，但是就感觉好像认识了有一阵子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毅然决然的就是投入到这个大家庭。对，先就是没事，你给先，他你先，怎么不，雨露均沾，雨露均沾，不要，没事吧？没事吧？来，你没事先，你先。我是那个他来。我刚开始第一印象就是，见到姐姐，然后还有妹妹2个戴一个口罩，然后其实我并没有区分出来他们是谁，然后后面熟了以后就感觉，姐姐可能会稍微稳重点，然后妹妹的话就是经常挖坑给我们跳，然后每次那个一挖坑我就，哇，这个汗呐。然后后面就熟了就很好，就是想想也无所谓了，挖坑我就跳，然后我再爬出来。对，但是她们俩都是一个很可爱的2个小女生，特别可爱，然后性格也特别好。不要硬夸啊，硬夸会害我们，知道吗？没有啊，这是我心里话，是吧？这个问题真的，你看，你先来，好了，交叉。好，我先来。第一印象就是没想到，就是就是特别可爱，真的就是特别可爱，就没想到可能跟我想象中的样子会不太一样，就是没想到会那么的就跟朋友一样，第一次见就不会太有那种陌生人第一次见面的那种距离感。对，然后后面的话就是随着逐渐的了解，就是不能夸嘛，就真的想夸，就是心里话是吧？就越夸就是你知道吗？被骂的越惨。我们要不然我们还是聊聊你们彼此的电影。对，就一下子但变得是确实都是对，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你们自己互相之间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我自己觉得还蛮大招，就是还蛮好磕的，所以本来想说是可以后面一点分享。对，选角故事，刚刚原问题是选角故事是不是？对，你怎么老是这样？对不起，我就是总是有那种你知道，就是跳跃思维。选角故事主要是我在这里巴巴的讲，也担心说你知道，就是在被你们的大家就是你知道，大家想听你们讲话的人再来那个羞辱我一顿，然后阿星再去点赞。对，然后黄鑫再去点赞，你知道，就是你知道那个黄鑫老师就是守着各个平台，然后就找那种内涵我们的词，然后就点赞。主要那个不小心点错了，不是他，就是他点赞点错，就是邱鼎杰管理的不好，邱鼎杰全责，80%的责任。手已经被打肿。昨天秋秋打的什么？我打你了？你是怎么当着2万同胞的面，你说我打你了？我说我手被打肿，没说谁打的。除了他还怎么来展开说没有，说？我自己打自己。自己打自己也不知，道你平时都在搜什么东西他，是自己打自己，就是特别忏悔。对吧？选角故事，其实选角确实花了很久的时间。然后我们看了线上看了大概1万多份资料，就我们2个自己看的，就1万多份资料。然后线下见了大概1000多个人，然后就选的4个大家这样。然后具体的就是有很强的故事，然后就是这个部分可以我们单讲，就是不在我们大概集体的直播上。如果有人感兴趣，可以我们后面再开一场。但是可以大概讲，就是其实4个人的话，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肯定是要贴嘛，就是肯定跟角色是有非常多很契合的点的。然后不管就我们第一个就是确定下来的角色其实是沈文朗老师，对吧？然后下来应该是阿勇。
然后一开始其实我们都有在讲说，我们比较觉得容易确定下来的是高图跟盛先生，因为就是比较好，就是总觉得应该是有传统，像盛少游是传统的霸总嘛。然后当时我们其实也跟秋有聊过这个问题，会觉得说大家都会很担心说盛少游跟沈文朗他的差别到底在哪里？两个人其实都是霸总人设，然后我们自己会觉得，其实我们心里是有那个模模糊糊的印象的，就大概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或是什么，就总有一个想法跟方向的。然后找到4位的时候，就觉得大家身上都有那么一点特质，其实是很贴角色的。对，我们会以为阿勇是最难找，就花勇是最难找的，但其实是第2个找到的。对，天选花勇，然后天选高图。高图其实最早的时候，佩兰其实面的是盛少游这个角色。对，对。然后后来那个盛先生这个 part 时，大家都问嘛，说怎么就是能找到那个秋说找到这么贴的盛先生什么的，是花勇自己推荐的。因为花勇说他觉得有很好的盛，因为当时就一直找不到盛先生的那个，就是你知道那个演员，我一直找不到，怎么看都定不下来。然后其实有看到一些，然后也有就在犹豫，然后后来那个黄信老师就说他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人选，想要问我们要不要见一见这样，然后我们就见一见，见完之后就觉得说他们两个站在一起就蛮有那个化学反应的，是。具体的就是有很长的那个故事，是一个非常非常 long story， 因为整个就是很久嘛，就整个 casting 的时间也算是花的比较久，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单开一列。对。那下一个问题是4位老师的 MBTI 是什么？然后觉得各自的 MBTI 角色 MBTI 是什么？我们4个人的 MBTI 是什么？然后各自角色的 MBTI 是什么？展开说说。我是 INFP， 然后我觉得花勇，我总觉得他花勇超脱于那个人格系统之外，我觉得没有一个具体的人格能够形容他。我觉得他是那种会愿意为了喜欢的人改变自己人格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他假扮的样子是盛先生喜欢的样子的话，我觉得他可以演一辈子的类型，所以我觉得他的人格取决于盛先生喜欢什么样的人。那你觉得花勇是就是没有一个形容？那你觉得花勇是 E 人还是 I 人？这个大分类是什么？我觉得他可能，我觉得 E 跟 I 是世俗对人类归类的两个区域，但我觉得他超脱于这2个区域之外，我觉得他可 E 也可 I， 不是 E 也不是 I， 就是他只对盛先生一个人，就一整个谜一样的男人，对不对？好，他只对你感兴趣，其他人都不感兴趣。好，满意。哦哟，脸满意。太会说了，太会说了，那你来。我是 ISTP， 对，就是应该能看出来。然后高图的话，我觉得他也是 ISTP， 对吧？对，他应该是不怎么，就是除了上班就上班，然后不怎么辛苦说话。觉得我是 ESTJ， 然后觉得是沈文朗也是 ESTJ， 但是他们俩的 ESTJ 可能会有一些不同，就是说沈文朗可能不太会表达感情，或者对感情比较迟钝，但是我叫很不会。对，那你是ESTJ？ 总经理型人格，果然是霸总，别夸我害羞，果然351都不要，真是霸道。好，哟，谢谢霸总。不客气。我自己的话是，我是什么？我是什么说错你就完了。ENTJ， 对，我是 ENTJ， 然后我觉得少游也是 ENTJ。同意，别紧张，同意，就无争议。虎牙太无争议。对彼此的第一印象，彼此的第一印象4个可以来个花式自我介绍吗？这
怎么？以后有机会可以，对。啊？没事，下一个问题。有话你说，快没点。有，我们你说。没有，没话。什么？下一个日常就是玩配音，啊？怎么能玩呢？不舍得。不敢造次。Q 你俩呢？你俩好像不熟。我俩不熟，蛮熟的。很熟啊。只不过我俩这个位置跟你对太难受了，往前靠着。我俩只有站起来才能挨得近，靠完之后，因为我俩这个凳子下摆太大了。紧张，我们会多少会有一点，就是大家都包涵了。因为第一次直播，因为确实第一次合体直播，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还在说我们紧张，过不去了这个。没紧张啊，玩点小游戏，看起来很忙。我俩一直在找合适的角度和位置。私下里谁的性格和角色最像？私下里谁的性格觉得最像？好，我信你。我觉得都有吧，我觉得都有跟角色贴的点，对吧？对，那是肯定的总。是能找到一些跟角色很像的地方。老师们平时有什么共同的兴趣爱好吗？打游戏啊，一起打游戏。对，一起打游戏。那唯一能牵绊的东西。游戏中就谁比较厉害，谁比较看状态。对，也看风看什么游戏，然后看状态。对，因为我们打的主要是一起为了大家玩的游戏不止一款，就是平时空的时候都会一起打游戏。除了那个，什么？我你的啊，打的很熟。有人问我们，宝可梦有人问我们怎么破冰的，怎么破冰的？我们哪来的冰啊？我们破冰，我们没有冰啊，我们没有冰啊。我们一见如故。对，我们一见如故。第一天我就跟姜老师去吃了宵夜，BBQ。哎，不对，牛肉火锅。哦，对，是。四位老师觉得剧里谁最恋爱脑？现实中的话，谁最恋爱脑？花勇跟高图吧，距离了，花勇跟高图吧。距离我觉得花勇还有高图，对。现实中，现实中，秋秋，佩恩。好。好了，你俩就承认吧。秋秋，黄鑫，怎么还差一个？那你要说他？我说了呀，他说了。好。老师们在拍戏的时候遇到亲密戏的话，会笑场吗？亲密戏不会，不太会，因为当时可能我们会融入那个情景，不太。带入那个角色，不会啊，就不会。在戏里，为什么我头上有个？这是个道理。对，其实高图妈咪不要轻易原谅什么了。你们有听到吗？抽一张纸给我。没有，我替沈文兰哭两下。怎么会？不带犹豫的。我其实蛮想知道，如果是 Ocean 你带入江恒的，就是不带入那个沈文朗的角色的话，你会这样对待高图吗？肯定不会啊，因为就怎么说？我自己都觉得沈文朗少找一张嘴啊。明明在感情上的事，可能说一句话，或者说一些误会解释清楚，就可以很好的在一起啊。但是他们的
就像一个没长嘴，一个欠长嘴的这种类型，就是感觉会产生很多误会。如果我是他的话，我可能会在感情上的一些矛盾啊或者问题啊，我可能会尽早找他说清楚。那你会扇自己嘴巴吗？不会吧？我江湖应该不会犯这种事情吧？我说你想扇什么狼吗？像我心里扇巴掌行吗？如果什么狼是你的话，你会扇自己吗？沈波郎是我自己啊。开玩笑，开玩笑那，样一张脸怎么删呢？开玩笑，开玩笑，山肿了，高头心疼啊。开玩笑，开玩笑。那如果是就是黄鑫老师带入一下花勇的话，你会这样追求另一半吗？可能会。会。那如果你追不到盛小人，追不到那个另一半的话，你会怎么办？追不到的意思是指就是真的没有希望，然后对，零几率是零，是然后我就毁灭世界了，我就真的。只能靠盛先生去封印住一个大魔王的感觉，就是靠他的同意来封印住他们。靠他这个人去守护世界这样。所以如果是秋的话，你自己要追求另一半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用哪一些方法？用哪一些方法？借鉴一下那个花勇的方法，就是常试探他的底线，然后你的方法你说一下，你的那个方法就是试探底线，试探底线，对，试探底线的方法，试探底线，然后呢，就是那个因为我看那个我们那个弹幕上有说什么那个驯服守则，对啊恋爱驯服守则，对啊，具体的一个那个步骤是，具体的步骤不能告诉你啊，你正在被我的步骤进行中。这样的那个杀猪盘，我有看到那个评论说这样的杀猪盘怎么躲，杀猪，躲不掉这样的杀猪盘，为你量身秋秋快跑！为你量身定做的。跑不了的。我有看到评论，就是评论里面有大家在问说，给彼此的备注是什么，然后想要抽签，就是我讲说，就是可能看看各位老师给大家的备注是什么。所以阿星给秋秋的备注是什么？是要展示吗？也可以不展示啊，没关系，不展示不用那么严格。怎么你很想展示哦？展示也是可以的。这个展示不用怎么展示？没关系啊，你就说好了。我给秋秋的备注是盛先生。哦，是吗？所以秋给我给阿星的备注就是阿星。后面两位老师呢？因为刚刚看到备注，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份就直播的问题整理，但是因为这整理的我觉得有点就是可能是超话里面的伙伴们提问的小助理，然后就会有很多是关于可能剧的这个部分啊，然后包括说一些可能导演项的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比较希望说让四个大家可能多聊一些，四位老师多聊一些，所以我们可能从评论区里面去找一些相关的这个问题来去 Q 一 Q 好不好？所以大家看看评论区有没有什么想要问的问题，然后我们从这个里面选一选。对啊，第一次直播大家都比较紧张，可能。然后刚刚有看到的是，对，你可以给那个直接给他们看看说那个评论区的一些问题，然后有问说，一方面是备注，还有一方面就是刚刚一直有在 Q 的第一初次见面的那个初印象。然后刚刚 Ocean 跟佩恩有讲嘛，初印象，对吧？就第一次见到彼此会觉得是什么？对啊，所以刚刚问题都没有答。刚刚有在评论区里面，我看有伙伴一直在问，对，有股东一直在问，差点就给你们混过去。怎么会呢？第一次是觉得这个人好高大，
威武雄壮，怎么会有人这么说自己啊？对，然后就很帅，然后又高又帅，就是然后第一印象是反正觉得还蛮适合神恶狼的，是非常贴。对，然后后面就约着吃牛肉火锅。对，然后到你了。然后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佩恩可能会因为一些某些事情啊，或者心情不好，就看着有点忧郁，对 emo 的感觉，所以当时可能就是因为要后面会一起合作嘛，就可能会比较担心佩恩的一些状态啊，就平时可能会去开导他，晚上聊天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开导一下他，对，开导一下他，然后打游戏啊，或者我们俩一起去外面吃饭，然后他就是可能就睡觉的时候可能也会担心他，然后有时候会给他发消息啊，或者是这样。对，看他状态有没有好一点。如果发现他情绪不对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去约他一起出去，或者是去看电影，或者去打游戏这些。姜老师很贴心的，贴心的欧晨老师，姜老师，对，反正就是多关心他。我们俩看起来好忙啊。我们两个看起来，因为我们俩一直在找位置，后面位置太小了。哦，刚刚有就是股东们有在抓到你们说那个江河跟佩恩还没说微信备注啊，对，赶紧帮他们就是 Q 一下说，对啊，不要想要蒙混过关，我跟你讲，我很严格的，我会帮我们股东就垂涎股东都一直 Q 好说，你们不能就是你知道随便聊一聊，然后就逃掉问题。我写的是欧晨，我以为江大海呢，没有。因为第一次见他，他说他叫 Ocean， 然后就一直叫，反正叫 Ocean 就很亲切。我给他的备注是 seek 寻找，给你们翻译一下。学到了。Stick， 然后我后面对翻译一下 Ocean 大海啊，那海洋差不多都是水。海洋的问题。哦，对哦，新秋第一次见面的初印象也没讲，但他们因为认识可能比较早哎，所以我其实也蛮好奇的。他们认识蛮久了，然后所以第一次，不一定要描述场景啦，就是你知道，如果你们不介意，当然也可以描述场景，就是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彼此的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样子，就是邱同学可能邱老师可能对，所以是谁主动先讲的第一句话？我。你主动的，你主动。对。怎么主动？怎么个主动法？我们俩就，因为之前的细节就不概述了，就是我们是属于先知道对方的存在，比较想，然后但是没有见过，然后在一次巧合的一个环境，然后我们碰到了，就是一回头，虽然没有见过本人，但是可能看过照片就认出来了，而且是属于那种就是因为太好认了，实在是。就是会，就也没多想，就是会觉得脱口而出就喊，当时就喊了，是黄鑫，对吧？我说是黄鑫，对，我说黄鑫，然后就对，从此以后一段妙不可言的当时就是开始诞生。当时就是刚到那个陌生的环境，然后突然听到有人在喊我，然后我一抬头，我在寻找那个谁在喊我，我想说应该不会有人认识我吧。然后你知道那个叫什么社恐一下子又犯了，然后想谁，然后就发现是他，然后我也一下就认出他了，因为之前没见过，但我知道他，然后我就循着声音就看到他，然后他一下子那个给我的感觉就是当下应该挺懵的，会不会？因为确实会还好，就是一下子
一下子会觉得，咦，就感觉让我如沐春风，因为那个，就那种爱人的属性嘛。然后如果对方特别的温暖跟主动的话，就会一下子感觉被治愈到。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感觉整个他就是给我感觉如沐春风，然后感觉他的背影都有那个阳光，整个那个剪影，然后我在我前面，然后散发那个光芒，这样感觉优秀，感觉就是特别的温暖的感觉。第一印象就是这个，你这突然有点冷场的意思。所以你们觉得对方哪个五官中的哪个部分最好看、最漂亮、最吸引你？最好看，最好看。我觉得哪都好看，没有缺点。很难我觉得你先说。哪个五官？就是这张脸就是已经就是哎呦，一整张脸。你看他的反应，这让我们怎么说？怎么？你有意见？好，那我们都是整张脸呗。只能说一个，只能说一个吗？对，一个部位。但确实是，就是那你太笼统了。第一答案就是一整张脸那我们也说整张脸呗。怎么？我们要内讧是不是啊？必须要选一个，必须要选一个。对，如果是一个的话，我会选眼睛。第一个我选眼睛。我觉得秋秋最好看的应该是嘴巴，是他的嘴唇。好了好了，来，哇，鼻子吧，对，还有下巴。啊，是的，为什么下巴？有比我人生规划还清晰的下颌线。我觉得佩恩的最吸引我的五官可能是他的嘴唇。你们仔细看佩恩的嘴唇，其实是一个爱心的形状。镜头凑近，你这么说，我倒要好好看一看了。不要挡，凑近给大家看一下。你别捂啊！日常我们就日常豆高，都 OK 了。这样我显得我躲。我下次你们自己看。不要躲，出镜了。就是那个佩恩老师说他要单开一页，就是给你们看直播，单独直播是吧？是不是？福利这么好，嘴唇微颤。看到评论中有很多股东们想看四位老师比一些动作，要不大家咻，选几个，然后让股东们截图。第一个，小狗耳朵，小怪说，自己比吧，还是你这样你比一个，是这样的吗你比那边。你比那边啊？你比那边啊？这样什么？就单人。对到就是小狗耳朵，你调整位置，就这样吗？达不到。达了，这样。好了，第二个兔子耳朵，兔子耳朵啊，兔子耳朵我要是什么？兔子耳朵自己比，我自己比。不是，李老我这样会比较好看一点。李老师，对。啊，是这样的吧？双兔傍地走。又学到了。这个兔子耳朵果然还是要兔子比那个精髓一点。是，没办法，天赋在那。第三个猫耳朵，猫耳猫耳朵，应该是这个。
第4个脸颊比心，脸颊比心，我俩真的好看。你们两个，我以为你们在第5个小熊耳朵，你看这首，要不然会唱的。有说音乐声音有点大哦，哪个伙伴帮忙调小一丢丢，谢谢。好，第6个戳脸，这样，这样，这样截出来很难。第7个蝴蝶结比心，蝴蝶结比心，这样是，这样。那感觉好像那个，会不会挡呢？你感觉好像在拍那个椰汁的那个广告。然后椰汁的广告。对啊，我不觉得很像。哎，像不像我们上次那个拍那个 vlog 拿那个？那就是椰汁啊。黄老师要不，我们花生老师稍微往镜头右边一点点，这样，镜头右边，画面右边，OK，是这样的。是的，是的。我们狼兔老师也稍微往左一点点，这样是吗？是的。不对吧？佩恩老师往这边一点，姜老师往这一点。啊，不够，因为已经太。我们举灯牌。4位老师今天都有贴咱们的 Q 版头像，可以跟镜头展示一下吗？撕下来。这是我们评论区股东们想看，撕下来吗？真的。都可以。对对，这样。这是我们花勇老师。掌心雷。你声音手机屏幕里面有了。这个是每个人的 Q 版头像。近一点啊。可以了吧？可以了吧？怎么能拥有贴纸？后面大家一定会有机会拥有它的。有加问说，就是那个股东们有加问说，能不能讲一下，陆老师能不能讲一下，说自己看到这个本子的感想，角色什么的。第一次看到垂涎剧本的感想，真的蛮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具体说说。故事情节扣人心弦，好官方。好官方啊！你这提前背好了吗？没有了，就觉得整个世界观还有故事情节、人物都还蛮有意思。
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觉得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类型，包括小说也没有看过这种类型的小说，然后就去恶补了一下，然后就会觉得这个世界观还有人设还有各方面都特别有意思，很稀有，感觉特别能够抓人眼球。然后我感觉看小说的包括看剧本的时候，感觉看到有一些情节，感觉会跟大家一样，就是大家该有的那个 reaction， 我们也会有，对对吧？可以分享一些片场趣事吗？他们俩还没说呢。快点让老师逃过一劫。啊，不逃。第一次看到垂涎呢，会觉得因为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第一次了解到 ABO 的世界观，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认知，然后会觉得里面的剧情特别紧凑，然后很细腻，也是以前接触过的剧本里面没有，就是会对整个，就是会对这个知道自己要去试镜这个戏的试镜这个项目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充满了期待。说完了。说完了啊。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就是感觉和高途的那条线的话，就感觉就很有古早的那一种古早的那种偶像剧的那种味道。就是其实对这种角色其实还蛮感兴趣的，虽然我有时候会不太同意他在剧中做的那些事情，就是对，反正对这种剧情很感兴趣。好了，下一个。下一出，刚刚好像又有在反复在问说那个青提到底是谁吃的，刚刚其实阿星有回答，对不对？一人一半。它就这么消失在了大家的视野中。对，其实我们空调开的还蛮低的了，但是大家就可能第一次那个直播都有点红温。对，而且因为就是大家反正就有点红温，有点紧张。对，没关系，后面每一周应该都会有这样的不定期掉落的直播，应该每一周都有，所以大家会慢慢变成熟练工的。然后股东们给大家一点时间，然后第一次嘛，就可能都会比较紧张一点。有空调怎么会没有空调呢？但是红温也是真的红温。这样。啊，有刚刚看评论区有人 Q 说想看吃青提，然后所以就刚刚就正好有那个，但我们就是还是保一保直播间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江恒的刚有一条特别有趣的，江恒的声音好醇厚。是吗？是的。那我就醇厚喽。星球给对方的动物素是什么？动物素，会吃醋的老虎。狐狸。不是我们说完了啊？星球党相处的刚刚这个部分是股东们在那个小助理那里提问比较多的，是相处这么久之后，有在对方就是两队有在对方身上学到什么技能吗？就我先来，就是我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就是比较容易就是上头的话，有一点情绪化的人。就是我从
阿星身上，学到了，就是会比较沉稳一些，对，沉稳一些。然后遇到一些事我解决不了的话，我之前的话就是会可能就是会摆烂，会吧，会有点摆烂。然后现在我会去想解决的办法，我觉得这个对我自己的一个就是真的是有点上升到成长上面了，对，说的有点严肃啊，但是确实是我从阿星身上学到的这个，我觉得他的非常好的一个优点，特别棒，那个对。我觉得我从秋秋身上学到了，其实私底下的话，肯定都是大家性格互补嘛。然后，但其实我觉得更多学习到的是对待工作还有专业上的事情的一个特别认真跟敬业的一个态度吧。因为包括就是因为本身我也不是科班出身的嘛。所以我对于这一行没有任何的，就是所谓的一些很书面的认知，然后也没有特别多的经验。但是我从秋秋身上就觉得他感觉是特别热爱演戏的一个人，然后包括他对演戏的专业度，还有就是对整个表演上的热爱，我觉得是让我还蛮感动的。然后我觉得想多跟他学习，在专业上的部分。然后私底下就更不用说，私底下就感觉就是互补哦。到谁了？又两个哦，我跟姜老师，有一说一啊，姜老师还蛮会做饭的。厨子，你是喜欢因为吃喜欢做，所以还是因为喜欢做才吃？因为喜欢做才吃。然后在姜老师在他身上学到，就是他其实内核会比较稳一点，对。然后我其实内核不是特别稳，然后跟他在一起，慢慢的就觉得，人内核一定要需要稳一点，大概是这样的。我从佩恩身上学到的可能就是关于一些专业性的问题，就比如说，在演戏方面，毕竟佩恩的资历啊，或者是经验都很多，所以在拍戏的时候，他可能会跟我提一些东西比较注意的事项，或者去探讨一下去怎么演，反正就在他身上学到的关于专业性的东西很多，是吗，佩恩老师？是的。好 ，next one。刚刚有看到评论区有说想要看你们模仿对方的台词，你们有印象比较深刻，你们自选这样。啊，快点啊！这么快，进行的好快啊！啊，快点啊我们吗？不是一起吗？一起，那你也要先来后到，快点。你身上的欧米伽的气味太臭了，滚出去，洗干净再回来。看动作，继续到你了。哎，高徒的就是好的，生动。你吗？你呢？到你了。我说过了。你说什么了？好的，生动。我们啊！你怎么把我那个想说的？来，沈文郎你怎么敢？那个拍桌子，沈文郎你怎么敢？然后你还要掀桌，啪的把桌子全部掀了。我现在就把这个手机掀没有，然后换上去。哎呀，
就夹一下啊，夹一下。哦，是要夹一下。盛先生，盛先，我倒要听听，我倒要听听。又到了球球最难夹的时候。盛先生，我也想听一下。盛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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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意吗？你可以模仿我那个，满意，说。我那个带着那个锁链，然后。哦，我有点忘了那一幕了，你先还原一下。不用了，不用了，这个惊喜还是留到后面。这个是能播的吗？这个好像不能播这个。哦，盛先生舅舅。抓手臂。嗓有点太了，实在有点，着实有点，要不你复刻一下。饶过你。复刻一下。你说一句盛先生。就是我现在突然临时想听你说这句话。你说一句盛先生的话。我不要，我现在临时想听你说这句话。太多，然后只能说给你听怎么办？不用，快说吧，大家都想听。说吧，来，再见，只能说给你。弹幕都说你想听，快。大家想听我说还是秋秋说？都想。秋秋说。我看看大家的那个秋。感觉有延迟。你在干什么？没看。想看星星的，你看。一拉，等一下。好热，红温了。你看，他说想听秋爸。哎，你们俩一人说一句不就行了吗？在这给我推来推去的，快说，这么默契。马上12点了，都想你想拖到明天吗？都想听。你是什么？哎，这话好耳熟。你是什么？互联网嘴替吗？我是江恒。长这张脸怎么是？那我先让你们说。好，我选你这个。揍他。对，下播了。怎么啦？现在给我害羞。盛先生，救救我！哎，我觉得这句很好哎。下一句啊？什么？盛先生，你可以啊。你要夹住，我还没夹吗？没有。你说盛先生。不好意思，真的是也没夹住。要不你一会儿学一次？别，不，我承受不了，我承受不了。姜老师就是我承受不了，强烈要求跨界一下，我承受不了。给姜老师修 time，承受不了。来吧。那个Ocean已经，那个姜老师已经提一个新的那个了，新的那个职务了。垂涎股东推荐你以后做主持人，我也觉得挺合适的，准了。下次就这样好不好 ？OK。哎呀，又要加工资了。是的，恭喜！加工资加个巴掌就好了。江大海最正义的一期。走没？对盛先生，我永远承诺。秋秋啊，快一点啊！说完了。你说什么？对盛先生，我永远有诚意。我不是这么没夹呀。不是你没夹，主要是你没夹。不在乎台词是什么，要你夹。拼了，豁出去了。那你对他说还是对我们说？还是对？你想怎么呢？对他说。对你对那个镜头说。对股东说吧。对啊。我理你。对秋秋啊，不对黄鑫说也行。对我说吧，对我。盛先生，求求我。夹了，也夹了。你什么叫也夹了？
刚刚就是有弹幕说佩阳老师台词说错了。然后我说什么？你刚刚说那个就欧米伽的气味，你说错了。别带着肮脏的维克你又 Q 跑进来了。所以就是我想问一下老师，知道原台词吗？可以再说一次吗？不可以场别外。带着肮脏的欧米伽的气味靠近我，臭死！唯一的一人。不对。但是如果说老师说错的话，我们就会给个惩罚啊。不啊，我说的是对的呀，对的呀。我刚才说哪一句我都忘了。错了。你就再说一遍嘛，真的是快点，快点，大海快主持一下。好，说。别带着肮脏的欧米伽的气味靠近我，滚回去洗干净再来。就是这一句，绝对没有错。绝对错了。绝对错了。那说的是错在哪啊？就是如果说老师想要知道那个，就是我们告诉你答案的话，不是，我现在错在哪里？是哪一句我都忘了。最开始你就错了，最开始的2个字就错走了。可以寻求弹幕帮助一下。对，弹幕里面有知道说正确答案的吗？你可以寻求一下那个各位股东的帮助。他刚才跟我说是这么说的。啊，你怎么还带上我？就弹幕可以就是帮助一下佩阳老师。股东们帮助一下这个脆弱的。大家都在说不要欺负那个高途守护。守护高途，天哪，谁敢欺负你啊？大家怎么敢欺负你啊？对啊，谁敢欺负你？我们3个第一个。对呀，啊灭了，灭了。你只能我们3个欺负。怎么说话呢？怎么那个怎么说？对的呀。你要变不对的一环，我是这么说的。被他抓到是不对的一环。没事没事，不要可以。再说一遍，他们说错了。他们说错了是吗？他们说佩阳错了。老师如果就是说错了的话，我们就惩罚江恒老师。啊！我跟你说，不要听他们的。我跟你说这个，哎，我们说错好了好了，我们下一趴，下一趴，下一趴，差不多。没有，快点，时间有限，下一趴。怎么老是欺负高途啊？怎么老是欺负佩恩啊？真的是。我已经看到弹幕，你不要看弹幕。有人说正确答案了。对啊，高途已经全剧最苦的人，线下还为难他，哼。那我这样吧，好不好？我换一句总行了吧？非得那一句。都看出来了。我一直在点那个给我们的直播点赞，然后底下有个那个我换一句。说要不然他们我的那一句很长，他说别点了，他帮我们短，点，这样对我你只管直播，对不对？或者是我们告诉手动的太明显老师正确答案，然后两位老师都来一遍。可以啊。不要带着肮脏的欧米伽气味靠近我，臭死了。对吗？你们说的是别带着，是不要带着。他们故意为难你，我看出来了，过分他们。好，直接惩罚吧。然后那个佩恩错了，惩罚江恒。好了，决定了，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好，开始吧。惩罚江恒老师跟高途老师对视30秒不笑。这是惩罚吗？哦，好 ，OK， 可以。然后那就对视30秒。这是惩罚。我觉得要把他们搬到看惩罚失败了怎么办？不行，我们就这样让开了。惩罚失败就奖励花生老师也来一个。哎，啊，对啊，你们凑近。惩罚，听好，惩罚失败了，就是不要为难他们，要不然他们会搞我。什么？那就下一趴了。下一趴再说。我们要努力完成，他们不要努力。好，可计时了吗？如果谁先笑的话，谁就喊连上哥哥。什么？好。等一下。对视啊，计时。等一下。我们来计时。我不相信你的计时。现在你们的信用已经没有了哦。我们来计时，好，老师们准备好了吗？
开始了。怎么好红啊？挑战失败。好，奖励花生老师也来一个。我服了呀，他故意的，他逗我笑。我们惩罚奖励花生老师也来一次吧，30秒。不是要喊个哥哥吗？我们先全部。什么啊？喊呢？你失败了。让我爽一下。那我们花生老师准备准备什么啊？准备什么啊？对视啊。哦，我们也要对视。对，因为他们失败了你。的嘴角花生老师可以在那哭什么？我就没明白这个事情。来，我们开始吧。我在忍笑。我俩来，3、2、1，开始。哦。行了。哦。好像你嘴在抖是吗？我这样会结仇的。不会吧？这么对视都不笑。多久了？挑战失败。 25秒。 25秒。什么什么呀？挑战失败啊！好。年下喊哥哥。来吧，年下喊哥哥。不要乱 Q，这直播间能播吗？哎，我出镜头了，怎么回事？哦，没有，刚才吧。请各位股东保一保我们的直播间好吗？谢谢。你出镜头了我？不知道，我刚才不知道。刚没有人。当然可能吧。那罚你喊哥哥。哇，真敷衍。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你在说什么，黄鑫？来，你来。有看到评论区在问说佩恩跟 Ocean 对各自，就是可能在演就是彼此角色的时候，就演角色的时候有没有加入一些小巧思？譬如说，可能佩恩在演高途的时候有没有加入一些巧思之类的？我对这个人物会有些特别的设计啊之类的，就是属于你自己的一些巧思。可能你觉得说这个在演的时候，你自己加入了一些可能剧本外的一些理解，就属于你自己对高途的这个表演吧。不好意思，我只找到这个可播的那个任务，然后股东们也辛苦保一下我们直播间，谢谢大家。巧思的话，不太好说，那个好像不能说吧。哦，就还涉及剧透，那就因为我们每一周其实都会有直播嘛，然后根据可能相关的这个进度，然后大家会可能蕊就是说一说相关剧集里面发生的东西，因为巧思的部分可能在后面会涉及剧透，然后我们可能会被宣传组的同事抓起来打，为了保护我们。就是保护我方战友，所以我们就可能放在当集的时候讲好了。我们聊最后一个问题好了，我们可以聊一聊说我们前3集就1到3集，每个人可以分享一个其实自己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桥段，或者说在拍这个桥段的过程中是因为什么原因对这个印象特别深的，还是因为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对这个片段会印象比较深刻。我们就答完这个最后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就下次见面。好，我来。好，好的，就第1集那个第1集我晕倒的那个戏，我记得好像在我的破旧的小屋里面，出租屋里面拍了将近有5-6个小时，就为了第一个是因为大家想怎么把它拍得更好看，画面更美一点，第二个就是
我自己在想怎么把它演得更脆弱一点，是这样的。还有其他人要分享？还有 Ocean， 刚刚有问那个佩恩跟 Ocean， 就刚刚那个问题是有，就是前3集会哪一个场景是大家比较印象深刻的？刚刚佩恩回答是说就是昏倒那场戏，就是那场戏是拍得很辛苦，然后大概摔了10几次，然后同事都很心疼。没有，不止十几次，不止10几次，几十次这样。对真的就摔到那个膝盖都是淤青的。对，整个人都是淤青的。然后要演出那种被信息素，就是破坏的那个感觉啊，虚弱期虚弱的感觉。还有那个进门也拍了很多次，就是从楼梯上走上来，然后打开门那个，然后再晕倒。下一个。其他人会想要分享的，江恒老师。前3集的话，我感觉可能是在351。没有，我觉得其实在和高途的感情戏这方面的话，可能会更让我印象深刻一点，因为就比如说在他问那个他的员工的时候，他说问高途在哪里，其实那个时候我是能体会到那个沈文郎对高途的关心，然后挂念，但是其实沈文郎可能他体会不到，就那时候我就特别替沈文郎心急，就是其实那时候也很心疼高途，对，就希望在平行世界或者在现实世界中，高途能好好的、快快乐乐的生活。对，到你了，你就那个水池里面游泳池那个。屁！我的话前3集，问题是什么？前3集哪场印象最深？印象最深刻。然后印象最深刻的话，前面有说过，除了吃醋那个生气那一场，真的还蛮生气的以外，应该是还有就是在办公室跟沈文郎一起抓着他配合我演戏的时候，然后第一次看到盛先生的那个场景，印象比较深刻。就会因为首先自己内心已经有按耐不住的那个涌动，但是表面上我得克制住，然后装出是青春小孩，装出是被动的一方，对，所以那个内心跟外表是反着来的，所以还蛮有趣的，现在印象蛮深刻的。前3集印象最深刻的，我觉得是在那个闪回吧，第一次在核磁医院花勇撞到我的时候，那个闪回，那是前1-2分拍的。对，那场戏会印象比较深，因为撞了很多次。撞的肩膀就是确实状态蛮扎实的，有一说一，从不扎实到扎实，然后无数个就是回眸，光看花絮应该就能看出来，撞的特别的扎实。他们让我喊你哥哥，他说私下谁最爱吃醋？谁在吃？谁最爱吃醋？谁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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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挺爱吃醋的成年老干醋。之后应该是每周都会播一次，是不是？大家，就会有各种连线，而且我们也其实也是出于说各种，其实是蛮希望他们能够沉浸式陪伴主动。对，沉浸式的陪什么伴活动这什么字，大家可以尽量多的，就是在剧播期间陪伴大家一起追剧，因为这个体验其实我觉得会比较独特嘛。但是我们其实也考虑到很多，不管是就是平台的要求，或者说舆论的一些走向，其实我们能开这次直播是还蛮不容易的。对，差点就只能语音了。之后，所以我们其实是会尽量希望能更多的跟大家聊天，然后跟大家去见面，然后跟大家去互动。但是可能也是要看整个舆情的方向跟整体的平台侧的要求，然后来决定说我们后续要怎么去做。但我们目前就是我们是暂定是希望说至少每一周在播完之后的隔天会有一次跟大家连线的机会。对，今天这次其实也是很不容易好不容易才争取到说可以跟大家就面对面的去聊天这些。对，所以海报我们都会发的比较就是怎么讲，就比较临时的原因，就是因为一直在等待说各方的通知说对敲定能不能跟大家见面去聊，还是说只能连线去聊？包括其实我有在那个一直有看到说希望我们加更，然后希望我们把就是就是可能节奏或者怎么样更快之类的，其实背后也有我们都在努力我们都在努力，都有在努力。对，但是就是确实会是因为有一些原因，就像我们其实追剧日历也一直大家都在说，为什么不就是立刻就放出来？当时在定档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立刻放出来？就是因为说，其实也是因为有很多的需要去协调跟沟通的方面，对各个有关的部门啊什么的，所以其实我们压力也是蛮大的。目前能争取到现在这个条件是我们能做的最多的。对，我们都有还是在努力中。对，然后也有在吐槽说怎么只有16集，是因为它原本其实是24集的体量，但是就是有怎么讲，就是为了节奏吧，因为其实大家的反馈，其实我们都有看到，就是批评啊、建议啊，包括鼓励，其实都有看到，是因为就是我们也会比较希望说大家看到的内容。各方面节奏啦，包括制作啦，然后镜头啊，都是我们都会希望说是能精益求精的，所以我们也把就是可能节奏会不合适的就是部分，然后包括说节奏有慢慢加快，所以变成了现在大家见到的16集，但我们会觉得每一集的体量其实都是非常的合理的，然后从第3，我们都说最不好看的其实就是1到3集，对，大家应该都有同感。对吧？就是后面的每一集其实都会越来越精彩，对，确实是，就这个当然不是我们自恋而已哈，就是确实是也请大家来，就是也欢迎大家检阅，说是不是一集比一集精彩，然后以及说各方面的节奏啦，包括说镜头啦什么的，会不会有变更好？然后花絮的部分的话，请大家去催更一下那个小助理，因为花絮什么都在他们那里，然后。对，然后这个部分请大家催更一下。我们自己都有很多没看到的花絮，其实也我自己都是，你知道定点他们发了之后，就1秒钟赶紧去看看有什么新的花絮出来这样子，所以压力给到他们，请大家去跟那个官号，你知道。是的，然后还有刚刚有讲到说要去其他的，就是我看股东们有给我们出一些主意说，可能去到其他的平台去播，但其实我们整体其实确实是了，很多平台都有建议我们说就不要再。可能就是像现在一些平台去播，但我们考虑到其实有很多的股东其实去看部分的一些外面的平台还是没有那么方便，所以还是会希望说大家能够跟我们在比较方便，就大股东们比较方便的地方能够去见面，对，是的，然后。刚刚讲的可能大家想要的什么很多的东西，包括互动什么的话，我们在就以后跟大家见面的每一次直播里面都会慢慢的可能去改进，对，去改进。因为这次真的是特别的临时，因为我们虽然我们在很早之前就有规划说想要在今天做直播，但是因为一直都是还在跟有关部门协调，然后在沟通，对。
在沟通，在沟通在开播前的5分钟还被要求说不能播。对，包括刚刚就是有在 Q 说为什么就是不能问说他们4个人的初印象，是因为我们接到的通知就是先 Q 一些其他的，但是发现 Q 对导演的初印象还是会挨骂的同时，我就想说算了，就这样吧。对，是，对，但是就是给他们10分钟的时间，他们去做一下。对，所以刚刚有讲说，就是也希望就是股东们可以就是理解一下，就毕竟对吧？就是大家肯定是希望说，安全的见面，然后可以很长久的见面。对，可以很长久的大家一起去追剧，然后讨论这样子。对，是的，然后会很希望说。大家多多照顾我们，然后也多多帮助我们，然后你们的所有的诉求啊什么，其实我们都有看到。是，然后我们还是之前的想法，就是希望说能够尽可能好的把好的内容呈现给大家，然后大家的鼓励啊，然后大家的意见我们都有听到，然后也希望说，怎么说？其实这个方面的内容真的是蛮难的。对，然后包括其实对，包括其实今天有很多的其他侧的伙伴有在问我们说，对垂涎首播3集的整体的这个有没有达到预期啊，然后之类的想法，其实我们大家都有在讨论，主创都有共识，就是其实不管我们从来都是说，一直觉得说是希望能够提供到好的内容给大家，然后不管说反馈是怎样的，是批评的，然后是鼓励的，然后或者有一些建设性意见的，其实我们都会吸取。我觉得没有什么预期，我们的预期就是它很顺利的能够播出，然后它能够做出来，能拍完，对我们来讲，我们已经达到预期了。对，就是它能做完，然后能够很顺利的拍出来，然后拍到说，就是我们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觉得拿得出手的程度，其实我们就已经达到预期了。对，然后我们已经花了很多努力在这方面，然后也已经达到预期了。然后至于说这个市场反馈会有多好，会有多少人喜欢，就我们整个垂涎大家族去给大家就怎么说呈现的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就是听天由命的事情。然后我们现在看到有这么多人的鼓励跟支持，然后有这么多的人一起跟我们期待这部剧，其实我们都已经很满足了。就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预期或什么，目前就已经是很幸福的一个状态了。对，是现在就希望说能够平平安安的，然后大家一起把这部剧看完，对，安安心心的这样，给大家更好的追剧体验。是，然后那我们的今天我们的直播，那现在就要结束喽。主持人，好，大家晚安。等一下，我们可以讲一下我们每周几播，要不要跟大家？对，我们应该是每周日播，对不对？每周日是我们的直播时间。直播时间，我们每周六的话是晚上8点，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会跟大家一起见面。然后可能那个是剧的时间。然后每一周日的话，我们可能会跟大家做一个直播的这个连线的部分。我们刚刚也有看到说，可能有一些股东有提出来说，希望是双人的，或者是导演跟演员分开，我们都会去可能问一下平台侧的意见跟一些想法。然后抖音建群啊什么的话，我们也会跟小助理们反馈，然后看看说是不是 OK， 然后各方面，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就属于是圈地自萌的状态，对，不希望说去有太多的风险或者什么，对，希望平平安安的大家一起能开开心心的把这个戏看完，因为确实是太多人的心血，然后我们希望的就是能够圈地自萌，然后希望能够百花齐放，对。这个是我们的诉求啦，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尽量安全，这样对，在安全的地方见面。是，好啊，那今天的直播可能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辛苦你 Q 一下。好 ，Good night。晚安，拜拜，下周见，下周日见，拜拜。